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仔。那么今天没有错啦 ，BYD Dolphin 它终于来了，没有错，我懂，我又是全网最慢的那个了。所以在今天的影片我就会以一个别的观点啦 ，review 方面可能我就稍微比较简单的带过，主要会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现在大家最多疑问的就是电动车在马来西亚真的有需要吗？然后我收集了一些资料，也顺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马来西亚政府对于这个电动车发展的一些政策，以及电动车在马来西亚未来的发展等等啦。这个我相信是蛮多人都想要知道的，也包括我自己。究竟电动车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只是一阵风吹过就没有了？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汽油车的怀抱嘞。这样在影片开始之前，还要麻烦各位帮我点个赞，顺手再来一个免费的订阅。订阅跟赞都是 free 的，你敢跟它点下去 ，YouTube 不会跟你收费的。不过却可以给到我大大的鼓励。然后这个也是我第一次以这种比较大的一个观点来讨论整个电动车的趋势。如果有讲错的东西，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类型的影片来，该 review 的还是要 review。首先车头方面这个 BYD Dolphin 我今天拍的这个是低配，它的续航里程是比较低的。它的整个车头包括它的这个头灯组，当然电动车那么先进的东西，肯定是要给完你fully LED、fully白灯，其中也包括Signal。再来它的车头，就我的个人口味而言BYD 它的设计好像都不会有马上中到你的那种感觉，都算是比较保守，也可以讲比较耐看啦。所以它的车头方面也没有用太多很复杂的线条，这个贯穿式的车头灯比 AutoTrade 的来得更加明显。再来车侧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门把手首先是采用这种以前旧款车的感觉，然后车侧的线条也不会到特别夸张，因为电动车它每一处的这个线条都要考虑到风阻系数，才能够提高它的续航。当然也包括它的这个 rim 的设计，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 rim 的样子有点怪怪这样，好像不像汽油车那种直直一条的线条的感觉。首先这样子封闭式的设计，当然也是考虑到这个风阻系数。其实不只是电动车有些汽油车也会考虑到的，其中就包括Isuzu的 D-Max， 当时候推出这个大改款的时候X-Terrain 的版本，最高 spec 它的这个 rim 的设计也是采用这样子封闭式，好像一个 cover 这样子的感觉。那个设计是我个人觉得是没有这么好看，不过它是考虑到风阻系数，考虑到油耗关系，没有说啦，油车就是考虑到油耗，电动车就是考虑到续航。再题外话一些啦 ，D-Max 也是我个人觉得它非常劲超它应该是第一款会强调这个 aerodynamic 设计的 4x4。其实这种封闭式设计的 rim 放在电动车的身上也不新鲜，包括 Tesla 就是直接在 rim 上面兜一个 cover， 你把 cover 拆掉，还是可以看到那个 rim 原本的样子的啦。当然也是为了能够降低风阻，拥有更漂亮的续航能力。再来车侧还可以看到它这个门把手就非常像是以前老款车的那种上面一片的设计，这个其实也是电动车独有的设计，同样也是考虑到风阻，也是考虑到续航。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从Porsche的Taycan上面看到，它也是采用这样子的门把手设计。再来Tesla 的话，直接封闭式，直接把门把手镶在门里面，你要的时候才弹出来，同样也是考虑到风阻，考虑到续航。所以就这个东西，我是觉得看起来有点像老款车，美观性而言可能没有这么好看。不过电动车每一点的这个风阻，每一点的这个续航，都是要尽可能的提高啦。在车侧的材质也可以看到，这个是 AutoTrade我以前就有拍过这个后面龙鳞，还有包括它的这个门边胶条都是有采用这个 Matte Chrome 的材质。而来到这个 Dolphin 的话，就什么都没有，整个车侧的门框就是乌漆嘛黑，空一片。不过它在这个 C pillar 的这块面板还是有做了一点点的设计，这个我就觉得蛮特别啦，就show给大家看这些细节，蛮特别的一个东西啦。来到车尾，这个一眼电到我的东西终于有了，就是这个车尾灯，真的是帅到没有朋友。我这边问一下啦，会有人觉得这个 Dolphin 的无车尾灯不帅的吗？应该都觉得它很帅啦。首先它是采用一整条完整的灯条再来贯穿式这些东西肯定都要有的。然后它的这个设计是好像有个 DNA 这样子交叉的感觉这个东西就真的是非常大胆，非常未来，甚至是比 AutoTrade 的还要来的更加的未来，更加的科技。我就觉得跟它的前脸好像有点出入这样，后面单这个尾灯对我而言就已经值回了很大的票价，真的是太美了。
再来当时 showroom 还有这一款，这个是高配的吧，应该它就有采用多通的设计，它的这个 bonnet 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黑色的，这个车身色我个人觉得也是蛮好看的啦，灰色。然后从车侧也可以看到它的 rim 的设计也是和低配的有不一样。除此之外，整个车头啦，我是看不出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内饰方面的话，还是给我感觉非常 BYD。虽然讲 BYD 在本地卖的只有 Atto 3跟这个 Dolphin， 没有错啦，就是给我很 Atto 3的感觉。可能是这个 steering 用回一样的，很多 part 也用回一样的，可能也是这个设计啊。在这个 Dolphin 啊，它的先讲配色啦，它的配色就已经没有到那个 Atto 3这么夸张，都是采用黑白为主。不过据我所知，应该比较 high spec 的内饰就会比较 colorful。这个门把手啊，我个人就觉得好像很容易断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它是由下往上这样子，可能小孩子比较粗鲁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力度啦。然后它前座的2张椅子也是有镂空 bucket seat 的感觉。Dolphin 的这个电子 meter， 包括中间的 infotainment system 的 screen， 包括 steering 都是跟 Atto 3采用相同的，所以就非常有家族化的感觉。再来可以看到它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排挡杆是放在上面，下面的这个则是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这样子的操作啊，可能你是从油车换过来的话，就要稍微熟悉一下啦。这个 Dolphin 啊，它的内饰设计也很大部分的维持了以前 Atto 3的感觉，就是仿生学。可以从它这个 dashboard 上面的这3个洞口看到啊，这个形状就是给我感觉是鱼鳞的感觉，跟 Dolphin 是相呼应。包括它这个冷气出风口的形状啊，也是非常 curve、非常不规则、非常不传统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可能比较浮夸、比较 fancy 一点的，出现在电动车上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电动车讲都是标榜未来嘛，如果你内饰设计要很古板，全部东西直直横横，这样子就失去了电动未来的这个感觉了。后座空间除了第一台有一点高以外，整体我觉得还是够用的啦。以一辆 B segment 的 hatchback 来讲，不会特别大，就是及格咯。哎呀，卡背每次都肮脏，拿出来打又累到半条命，耗时耗力，重点还弄不干净。这样有没有省时省力又方便清理的汽车卡背？当然有，它就是 Dodomat。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Dodomat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双层式设计，只需撕开摇，1分钟以内就可以清理干净，甚至自己都可以动手清理。聪明伶俐的你又省下了洗车内饰的钱了。我懂，虽然现在买新车 salesman 都会送你 coin mat， 俗称 Maggie 面 carpet， 然后一般人啊就是用原装的 carpet 上面再叠一层 coin mat。coin mat 本身啊又比较厚，又容易跑位，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卡到油门或者 brake。卡到 brake 的话就非常危险，因为踩不到底。Dodomat 的话，卡定是完美 fit 你的车，甚至还防滑不会跑位，也不会特别厚，无形中也增加了你的安全性。然后你是不是以为买完 Dodomat 厂家就不管你了？ Dodomat 既然给你3年的 warranty， 就跟你买车一样，有 warranty 或者给的越多年，当然你买起来用起来才安心。即日起搭配上我的 promo code， 凡是购买任何一套 Dodomat 都可以享有限时折扣。有兴趣 Dodomat 的各位可以点我说明栏的链接查看配套，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来选择，新车比较热门的旧车一般上都有，赶快点我说明栏的 link 去查看，你买的不只是咖啡，还有时间、安全和便利性。 Dodo, the new innovative car mat. 然后续航多少 km 啊，有多少个 spec， 马力多少匹，这种我就不讲了啦，这种你去随便上网都找得到资料的啦，太多人讲过了啦，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下电动车在大马真的有需要吗？其实我觉得啦，电动车它根本就不是你需不需要，不是需求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可抗的趋势。现在全球各大车企都在发展着电动车，从最早Tesla 开始大家应该都知道Tesla 最近也是进入了马来西亚市场，价钱是很漂亮没有错，然后也可以看得出马来西亚人对于电动车应该最早的了解也是从 Tesla。所以现在无论什么新车出，只要是180多、190千的，就会有人讲不如我去买 Tesla 更好。从这样子的留言就可以知道了，大部分人对于电动车的了解就是电动车等于 Tesla， 所以 Tesla 算是中国车企以外发展到蛮快，也最早抓到电动车这个趋势的一个车企你看现在包括到了日本车他们都开始紧张了，再不发展 EV 的话，真的会被中国车 Tesla 超越。现在日本车企从以前的 Hybrid 到现在也慢慢被迫发展 EV。我懂你要讲什么，没有错，氢气 Hydrogen 这个东西是这个技术是很紧俏，Toyota 也有在努力研发。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啦，我觉得现在这个 Hydrogen 还是处在实验阶段，
整个使用成本到它的后期的一些你要烦的东西很多啦。氢气 hydrogen 这个东西现在还并不成熟，相反的话，电动车你有去过中国就知道了，已经是非常普及、非常成熟了的。当然，马来西亚除外啦。现在包括其实到我们的国产车 Perodot， 它也有在实验这 EV 车。虽然现在还只是处在实验阶段、概念车的阶段，不过你就知道啊，本地的国产车也有慢慢感觉到 EV 的这个趋势来得越来越快了。这个趋势不只是在本地大马市场，包括到整个东南亚，这个趋势都在慢慢的上来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懂你又会讲，马来西亚的汽油这样便宜，为什么要买电动车？没有错，我也非常认同你，马来西亚的油啊，是在整个东南亚，甚至我敢讲整个亚洲啦，真的是便宜到捞塞的那种。马来西亚是石油输出国没有错，不过马来西亚的用户啊，平均每个人1辆车，这个是通过大数据比出来的啦。就讲我个人而言就好了，我家现在有5个人，总共就有4辆车。很多人都讲马来西亚油便宜，真的是便宜，但是它并不会永远的便宜，因为政府其实有可能随时都会宣布取消这个津贴。没有错，我们的油会便宜，其实都是因为津贴的关系。就好像现在啊，这个柴油的津贴啊，大家都知道已经被砍掉了，只保留给物流行业。虽然讲是为了解决走私的这个问题啦，不过其实减少了这个津贴，还是很大部分的能够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经济部长拉菲兹就有表示过啊，政府在2019到2022年分别拨款了14亿、3亿、31亿、209亿的柴油津贴，但是柴油车的数量并没有增加，柴油津贴却在持续增长中。所以也可以预想到啊，未来的这个汽油津贴也有可能会被取消，到时候就没有所谓便宜的汽油了。这样为什么汽油津贴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取消？首先，汽油津贴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会取消啦，但是它并不会讲一次性完全零取消到完，可能是逐步减少那个津贴的 percentage， 可能从原本的180%可能到慢慢70、50这样子，逐步减少啦。我们先不讲汽车啊，如果减少这个汽油津贴，大部分的摩托车用户影响都很大。在今年财政部有讲过，取消高收入群体的汽油津贴可以节省150到170亿，加上今年的财政预算案结束了这个柴油津贴的政策，汽油的津贴被取消，我觉得就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会被实行。至于如何取消高收入，保留津贴给低收入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就有待考量，大家也可以留言讨论一下。再来啊，就是世界石油储存量，其实在1860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消耗掉48%。马来西亚的石油供不应求，这个也是迟早的事情了啦。不只是马来西亚，全球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石油一直出，它的产能跟不上消耗，价格自然就会上涨。价格一直上涨，如果政府还持续津贴的话，压力肯定就会很大。所以现在政府其实也是蛮大力在推动电动车，来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上面进行一个转型。不过在转型之前，考虑到取消津贴的这个影响啊，我就觉得取消津贴和转型这2个东西是需要同步进行的。首先，取消津贴影响最大的就是 B40 群体，肯定会先垮掉的。如果1立的从现在的2.05块到4块多，甚至5块的话，多少的摩托用户会先吃不消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较妥当的做法就是津贴电动的摩托，或者是讲汽车。津贴汽油啊，我就觉得它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津贴电动车才是一次性没有后顾之忧的长久之计。从2022年，政府就有推动一系列给电动车优惠的政策，包括对进口的电动车免除进口税、国内税，延续到2025年；对本地组装的电动车免国内税和销售税，对它的零部件免进口税，这个是延续到2027年；还有所有电动车免路税，延续到2025年。还有，如果你购买、安装或者租用充电桩，还可以在个人所得税中扣2500块。至于这个免路税方面啊，其实政府也是跟我们一般用户都知道啊，以那个标准来算的话，真的是有点太不科学了啦。没有错，政府目前宣布的啦，电动车未来的这个路税标准会以它的这个输出来算，相当是你的马力越大，你的 road tax 就越贵。这个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然后也是有可能会阻碍到想要买电动车的这个民众的心理，可能就会觉得负担太大，这样子就跟这个电动车津贴的这个事情就是背道而驰了。所以这个关于电动车以后的路税，我个人是觉得政府可能还会推出另外一种算法来取代掉这个输出功率的算法。
简单来讲，不只是马来西亚啦，只要是当地政府越积极推动电动车的策略，你给商家有钱赚，充电站就会多一点，买家可以买到便宜的电动车，同时也可以放心充电的这个疑虑，电动车的趋势就来得越快。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是政府要先放出一些更大的优惠来吸引消费者甚至商家，这样子这整个电动车的趋势就会来得越快啊！你觉得还有什么方法会让本地人更加能够接受电动车的吗？都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讨论。然后你对电动车是还有保留什么样的疑虑，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讨论一下的。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仔，拜。